早安啊，各位，在我进入正题之前，先问各位一个扎心的问题，你知道2026年这一开年，医疗健康界发生了什么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吗？就在前几天，全球健康峰会发布了一份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报告，报告里提到了一个新词，叫全球性神经系统大断裂。简单说，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，我们的身体硬件已经跟不上信息的进化速度了。报告指出，超过80%的成年人身体正处于一种隐性瘫痪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看到的这篇文章、这个视频，不仅是关于减肥，更是关于你的系统生存。看到这儿点进来的你，是不是觉得自己活得特别分裂？明明没干什么，却累到灵魂出窍；明明拼命自律，肚子却纹丝不动。我要告诉你，你这不是老了，也不是懒，而是你的迷走神经在2026年的高频噪音中彻底断网了。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精密电脑，那么迷走神经就是连接大脑总部和所有内脏器官的主光纤。当这根光纤因为压力过大而卡顿时，你不仅会变丑、变胖，你的大脑还会进入一种永无止境的战斗模式。今天我要带你玩一场最高级的生物黑客游戏，我们要绕过你的意志力，直接对你的神经系统进行物理重启。如果你不想成为2026年那神经断裂的80%，接下来的每一个字你都得刻在脑子里。首先，咱们得认识一下这位大人物。迷走神经 Vagus nerve 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流浪者，它是人体内最长、分布最广的一对脑神经。它从你的眼髓出发，一路向下，路过你的咽喉、心脏、肺，最后在大肠、小肠、肝、肾里安营扎寨。为什么我说它是总开关？因为它是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核心。如果说交感神经是油门，负责让你战斗或逃跑，那么迷走神经就是刹车，负责让你休息、消化、修复和受孕。在原始社会，我们遇到老虎，踩油门逃命，老虎走了，踩刹车睡觉，这很平衡。但在2026年，老虎变成了手机里的红点信息，变成了老板的语音，变成了那房贷车贷，我们的油门被踩死在了地板上，而刹车，也就是迷走神经，因为长期不用，生锈了。这导致了什么？导致你的身体始终觉得老虎还在后面追我，你的血液流向四肢准备逃命，而不是流向肠道去消化，所以你胀气、便秘，你的心率始终降不下来，所以你焦虑、失眠，你的炎症因子满天飞，所以你脑雾、早衰。各位，我问你们，你们现在还在天天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吗？在2026年的生物黑客眼里，体重只是表象， HRV 心率变异度才是衡量你命硬不硬的唯一标准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年初，硅谷的大佬们集体摘掉了体脂秤，换上了 HRV 监测仪。很多人以为心跳应该像节拍器一样精准，我告诉你，错了。如果你的心跳像节拍器一样稳，说明你离崩溃不远了。健康的心跳应该是乱的，吸气时快一点，呼气时慢一点，这种2次心跳之间时间间隔的变化就叫 HRV。HRV 越高，说明你的迷走神经张力 vagal tone 越强，你的身体调节能力越好，就像一根弹性十足的橡皮筋。HRV 越低，说明你的迷走神经已经瘫痪了，你是一根紧绷到极限，随时会断的弦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脾气一点就着，刚吃完饭就觉得累，稍微运动一下就心慌，半天缓不过来，早上起来感觉像没睡过一样，别怀疑，你的迷走神经张力已经跌破红线了，你的身体正在生理层面上崩溃。既然知道问题出在哪，咱们怎么重启它？我教你第一个最硬核也最立竿见影的方法，冷水脸部冲击 Cold Face Plunge。 这不是让你洗冷水澡，那难度太高，你只需要准备一盆加了冰块的凉水，或者干脆在洗脸时用冷水拍打脸部。这背后的科学原理叫哺乳动物潜水反射。当你的大脑感知到冷水接触到眼部和脸颊的神经受体时，它会立刻向迷走神经发出最高级指令，兄弟，我们掉进冰水里了，赶紧开启节能模式。这时候你的心率会瞬间下降，迷走神经会被迫强行上线来接管局势。这是在2026年对付急性焦虑、恐慌发作最快的手法，只需要30秒，你那颗狂跳的心就能平静下来。这就是物理层面的手动刹车。迷走神经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征，它紧紧包裹着你的声带，这意味着你可以通过声音从内部给迷走神经做 SPA。 为什么古代的修行者要念诵嗡嗡？为什么现在的人喜欢去 KTV 嘶吼？我给各位一个更科学的姿势，嗡鸣是呼吸 humming，
闭上嘴，用鼻子深吸气，然后呼气时发出的声音，感受你的喉咙甚至胸腔在微微震动。这种规律的震动会直接机械性的刺激迷走神经纤维。每天在通勤路上或者开会前躲进厕所坐5分钟，你的身体会接收到一个信号，环境很安全，可以放松了。记住，频率比强度重要。你不需要吼，你需要的是那种细微的、持久的振频，这是在重建你大脑和内脏之间的通讯质量。聊迷走神经，绝对绕不开肠道。迷走神经80%的纤维是向上传导的，也就是说，大部分时间是肠道在给大脑发报告，而不是大脑在指挥肠道。如果你的肠道里全是一堆坏菌，它们会分泌毒素，通过迷走神经这根光纤直接毒害你的大脑，让你产生没来由的沮丧和焦虑，这就叫长源性焦虑。在2026年，我们不再随便补益生元，我们在补心理益生菌 Psychobiotics。 我建议各位去增加发酵食物的摄入，比如真正的泡菜、纳豆、希腊酸奶，这些食物产生的神经递质，比如 GABA， 能像黑客一样从肠道这个后门入侵你的神经系统，抚平你的焦虑。当你的肠道平静了，迷走神经发回总部的报告就是世界和平，你的脑雾自然就散了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把焦虑看成是一种心理缺陷，好像你焦虑就是因为你心态不好，你抗压能力差，你太矫情。我今天站在这里为各位平反，焦虑本质上是一个生理问题。当你的迷走神经失调，你的身体就处于一种生理性不安全感中。这时候，不管你读多少心灵鸡汤，做多少心理咨询，只要那根刹车线还是生锈的，你就永远无法真正平静。我们总是在卷外在的东西，卷学历，卷职位，卷存款，但2026年最顶级的竞争力其实是神经系统的弹性，那种在暴风雨中依然能倒头就睡的能力，那种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依然能保持逻辑清晰的能力，那种在吃下一顿饭后能完美消化吸收的能力，这才是支撑你走完后半辈子的硬资产。不要再因为自己情绪不好而责备自己了，那是你的迷走神经在求救，它在告诉你，主人，我太累了，帮帮我。各位，别再说我没时间休息了，不会休息的人连减肥的资格都没有。当你的迷走神经失调，你的身体就处于一种生理性不安全感中。我今天教你的这些，不是让你逃避现实，而是给你换上一套全新的神经营养装甲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帮大家总结一下这套神经黑客的日常清单，每天只需要10分钟，晨间冷水脸部冲击，唤醒迷走神经，开启高效的一天。下午嗡鸣呼吸，震动声带，给内脏做个 SPA。睡前4、7、8呼吸，吸气4秒，憋气7秒，呼气8秒。重点在于呼气要长，那是启动迷走神经的密码。晚餐加点发酵食物，给你的心理益生菌加点燃料。健康真的不是一定要去健身房练到虚脱，有时候对自己温柔一点，学会跟你的神经系统握手言和，你会发现那些困扰你很久的问题竟然自己就消失了。在这个卷不动的2026年，我希望各位都能做一个神经强大的聪明人。祝各位今天神经舒展，HRV 爆表，我们下期见。